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给大家讲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，是关于一对跨越海峡的恋人。这个故事真的让我感慨万千，也让我对爱情有了更深的理解。认识小美是在去年夏天，那时候她刚从米兰时装周回来。作为一名年轻的模特，她身高1.75米，皮肤白皙，五官精致，真的是令人过目难忘的美女。就职的上海模特经纪公司也打算将她重点栽培。来找我时，她看起来有点迷茫，说是想找个靠谱的对象。丽姐，我家里人一直催我找对象呢，但是我在这行工作，遇到的人太复杂了，想找个踏实的。小美坐在我对面，轻声说道。我仔细看了看她的资料，家庭条件相当不错。她父母是福建当地有名的企业家，赶上了改革开放的红利期，做外贸生意起家。小美从小到大都不愁吃穿，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，是个被宠大的小公主。那你对对象有什么要求吗？我问道。其实我也说不太清楚，就希望找个顾家、踏实、有上进心的，年龄大个几岁也没关系，最重要的是两个人三观要合得来。小美认真地回答。我心里有了底，正好前几天认识了一位来自台湾的企业家阿明，虽然他的公司规模不大，但是为人稳重踏实，而且特别体贴，我觉得他们俩也许会有故事。小美啊，我这里倒是有个不错的男生，就是人在台湾。我话还没说完，就看到小美脸色微微一变。台湾啊，丽姐，我爷爷可能不会同意的。小美低下头，声音更轻了。我知道很多老一辈对台湾有特殊的情感，但还是决定先把阿明的情况说给小美听。这个男生叫阿明，今年32岁，在台北有自己的公司，虽然规模不大，但经营得很稳健。他性格特别好，为人低调，从不张扬。最重要的是，他现在打算在上海开分公司，以后会经常在大陆这边。听我说完，小美似乎有些动心，但还是犹豫着说，可是我怕文化差异会很大，而且远嫁台湾，我爸妈肯定不会同意的。他们一直希望我能找个本地人，连外地人都不太愿意接受，更别说是台湾人了。这样吧，你们先见个面聊聊，看看感觉怎么样？不合适的话就当交个朋友，我提议道。就这样，我安排了他们的第一次见面。那天，阿明特意从台北飞过来，他穿着一身得体的西装，带着温和的笑容。见面的地点是一家安静的咖啡厅，我全程都在旁边看着他们互动。说实话，我很少见到像阿明这样绅士的男生，他不仅言谈举止得体，而且特别会照顾人。看到小美喝完咖啡，马上就帮她添水，聊天的时候也很认真的倾听，不会打断对方说话。小美虽然一开始有些拘谨，但慢慢也放松下来，和阿明聊得很开心。这一聊就是3个小时，我看得出来他们很有共同语言。阿明说起自己的创业经历，小美则分享了自己在米兰的见闻。两个人都是见过世面的人，谈吐间既有深度又不失风趣。慢慢的，小美父母的态度开始松动了，但是他们还是坚持，如果要结婚，必须先在上海办一场婚礼。阿明二话不说就答应了，还表示要按照闽南的传统习俗来办。叔叔阿姨，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让小美过得比在家里还好。阿明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神特别坚定。就这样，在两家人的祝福下，小美和阿明终于修成正果。他们的婚礼在上海办得特别热闹，既有闽南的传统习俗，又融入了一些台湾的特色。最让人感动的是，婚礼上小美的爷爷主动举杯敬了阿明一杯。老人家说，后生仔以前是爷爷太执着了，今天我把小美交给你，你一定要好好待她。阿明听了，眼眶都红了。爷爷，您放心，我这辈子一定会好好对待小美，也会好好孝顺您老人家。看到这一幕，我知道这对跨越海峡的恋人终于得到了最珍贵的祝福。现在他们在上海定居，两边的家人经常来往，日子过得其乐融融。这就是我要讲的故事了。说实话，做红娘这么多年，我见证过太多姻缘，但像小美和阿明这样能够跨越历史隔阂，最终收获幸福的例子还真是少见。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真心总能化解一切隔阂，爱情的力量真的很伟大。人啊，有时候就是太容易被历史的包袱所困。
但是感谢小美和阿明，让我看到了新一代年轻人的担当和智慧，他们用行动证明，爱情的力量可以超越一切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下次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新的相亲故事吧，记得点赞订阅哦。但是阿明和小美并没有因为这些阻力而分开，相反，这些阻碍似乎让他们的感情更加坚定。阿明开始频繁往返于台北和上海之间，每次来都会带着满满的诚意去见小美的家人。有一次，阿明特意买了一些台湾的特产，想去拜访小美的父母。结果小美爸爸连门都没让他进，还对小美破口大骂，为了一个台湾人，你丢尽了家族的脸。小美当场就哭了，但她没有退缩，她对着父母说，爸妈，对不起，但是我真的很爱阿明，他是个好人。为什么一定要把上一辈的仇恨传递给我们呢？我们这一代人难道不能有自己的选择吗？这段时间，我看着小美和阿明一次次的被家人否定，一次次的站起来。阿明更是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和理解。他说，我理解小美爷爷那一辈人的感受，但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往前看。我会用我的真心，慢慢的去化解这些隔阂。看着他们互相扶持的样子，我真的很感动。阿明开始学习福建话，想要更好的和小美的家人沟通。他还主动去了解那段历史，试图理解小美家人的心结所在。而小美也在努力的适应台湾的文化，学习台湾的习俗。有时候我在想，也许正是这些阻碍，才让他们的感情更加深厚。他们不是那种无知无畏的年轻人，而是真正懂得珍惜对方，愿意为对方付出的伴侣。但是，要完全化解两个家庭的芥蒂，显然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。我最难忘的是小美爷爷后来的转变，说起来还挺戏剧性的。这让我不得不感叹，缘分这种事情真的很奇妙。那是在小美和阿明交往半年后的一个周末，阿明照例来上海看小美，这次他特意带了一些台湾的老药酒，说是专门治疗关节疼痛的。原来他一直记着小美曾经说过，爷爷的老伤经常在阴雨天发作。丽姐，你说我该不该把这个送给爷爷？阿明拿着药酒，有点忐忑地问我。我知道他之前试图见小美家人都吃了闭门羹，这次冒险送礼，搞不好又要碰一鼻子灰。但是这次不一样，那天恰好是个阴天，小美爷爷的腿疼得厉害。小美壮着胆子把阿明带回了家，想让爷爷试试这个药酒。爷爷，这是阿明特意从台湾带来的，听说对您这种老伤特别有效。小美小心翼翼地说。我后来听小美讲，当时屋子里的气氛特别尴尬。爷爷坐在太师椅上，脸色阴沉的可怕，但是腿上的疼痛让他实在难受，最后还是勉强同意试试。没想到这一试还真灵光，药酒才擦了2天，爷爷的腿就不那么疼了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爷爷居然主动问起了这个药酒的来历。阿明把握住这个机会，开始跟爷爷聊起了台湾的中药铺和老药方。他说起自己的外公也参加过战争，后来在台湾开了一家中药铺，专门收集各种止痛的偏方。老人家，其实在台湾，很多老兵都和您一样，身上都带着战争的伤，疼痛是不分暗两边的。阿明说这话的时候，语气特别诚恳。这句话不知道戳中了爷爷心里的哪根弦，他沉默了很久，然后慢慢的说，后生仔，你讲的对，痛确实是不分你我的。从那天起，爷爷对阿明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，虽然还是不怎么说话，但至少不再像以前那样避而不见了。小美说，有时候早上起来还能看到爷爷在院子里一边擦药酒，一边看阿明带来的台湾报纸，但是小美的父母依然强烈反对这门亲事，特别是小美妈妈，一想到女儿要嫁到台湾去，就急得直掉眼泪。你一个人在那边生病了怎么办？受委屈了怎么办？每次小美妈妈都这样说。阿明听说后，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，他要把公司的主要业务搬到上海来。阿姨，我知道您担心小美，所以我决定主要在上海发展，这样小美就不用离开家人太远，我们可以经常回来看您。阿明特意找了一天，郑重其事地对小美妈妈说，这个决定让小美很感动，但也很愧疚。阿明，你在台北的事业都那么稳定了，这样搬来上海，你确定吗？傻瓜，什么事业不事业的都没有你重要。阿明笑着捏了捏小美的鼻子，
再说了，现在上海发展的这么好，说不定是个更好的机会呢。听到这里，我真的要为阿明点个赞。在爱情面前，他展现出了超乎年龄的成熟和担当。但是要说服两边的家人接受这段感情，显然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和智慧。不得不说，阿明为了这段感情付出的努力，真的让我这个红娘都感动得不行。让我继续讲讲他们的故事吧。转机出现在小美生日那天，阿明特意从台北请来了一位非常有名的素食大厨，在小美家附近的素食餐厅办了一场家宴。这个安排很用心，因为小美的妈妈是虔诚的佛教徒，平时就喜欢吃素。阿姨，我知道您吃素，所以特意请来了台湾最有名的素食大厨，这些菜都是根据您的口味专门调制的。阿明一边给小美妈妈布菜，一边细心地介绍每道菜的来源。那顿饭真的很特别，大厨端上来的每一道菜都精致得像艺术品，光是造型就让人惊叹不已。特别是最后的寿面，居然用各色蔬菜丝编织成了一幅山水画的样子。小美妈妈看得眼睛都亮了，连连称赞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阿明的父母这次也专程从台北飞来了，他们带来了很多台湾的特产，还特意给小美爷爷带了一瓶珍藏多年的药酒。叔叔阿姨，我知道你们担心小美远嫁台湾会很辛苦。阿明的妈妈端着茶，很诚恳地说，但是我们家阿明是个很顾家的孩子，他真的很爱小美，而且我们也会经常来大陆看你们的。饭桌上，大家谈得很开心。阿明的爸爸说起了他们家族的历史，原来他的外公当年也是被迫离开福建的。说着说着，两家人居然发现他们祖上是同一个县的，这不就是缘分吗？阿明妈妈笑着说，我们两家现在也算是找到家乡人了。这顿饭成功的拉近了两家人的距离，特别是两位妈妈，因为都爱吃素，居然聊起了各自收藏的素食菜谱。阿明妈妈还主动提出要教小美妈妈一些台湾特色的素食做法。分开的时候，我注意到小美的眼神明显不一样了，脸上还带着淡淡的红晕，而阿明看小美的眼神也格外温柔。临走前还很贴心地问她，等我下次来上海，可以再约你出来玩吗？第一次见面之后，小美和阿明就开始了频繁的联系。阿明几乎每周都会飞来上海，说是为了公司的事，但我们都知道，他主要是为了见小美。两个人约会的地点从咖啡厅到商场，从博物馆到海边，慢慢的培养出了很深的感情。有一次我和小美单独聊天，她满脸幸福的跟我说，丽姐，阿明真的很好，他特别细心，知道我不习惯台湾那边的天气，还专门买了很多养生茶给我。而且他从来不会因为我是模特就乱吃醋，反而经常鼓励我追求自己的事业。但是好景不长，小美家里很快就发现了这段恋情。那天晚上，小美哭着给我打电话，丽姐，我爸妈知道了，他们气坏了。我爸说让我立刻分手，说什么都不能嫁到台湾去。原来在解放战争时期，小美的爷爷是一名军人，在战斗中不幸受伤，落下残疾。这份伤痛不仅仅是身体上的，更是心灵上的。爷爷对那段历史一直耿耿于怀，把对当年那些逃往台湾的国军的怨恨也传递给了下一代。我爷爷说，嫁给台湾人就是背叛。小美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可是阿明他什么都没做错啊，为什么要把这些仇恨强加在他身上？这时候阿明的家人知道这件事后，态度也很不好，他们担心小美是冲着钱来的，觉得大陆女孩子都很势利，